大家好，我們的頻道在過往的節目裡呢，分別對美股標普500 VOO 以及納指100 QQQ 做了評測，也從累計回報、費率、規模對國內的納指和標普場內與場外基金進行了比較。這一期節目呢，我們就列出大家投資標普500和納斯達克100常見的10個問題，希望您能找到對自己有用的答案。第一，如何解決場外標普以及納指基金的限購問題？國內因為外匯額度的問題，基金公司普遍對場外基金進行了限購。上一輪 QDII 額度調整是2025年夏季。彭博社2026年3月23日報道，國內正在準備推出新一輪的 QDII 額度。目前有基金公司陸續開放額度。納指方面，輝天福和寶盈的限額是5萬每日，天弘的納指和標普基金限額均為1000元每日。QDII 額度估計將在這一輪的開放窗口期得到緩解。微觀層面呢，有2條路，一是各基金公司官方直銷 AP 可能會有大一點的額度，比如我們頻道的觀眾留言提到南方納指016452在南方基金的 APP 有2000元每天的額度。第二呢，是大多數基金公司場外有 A、C 類，比如天弘標普007721有 A、C、D 各自限額1000元每日，可以 A、C、D 常时同時買，提高到3000每天。场外買得到才是關鍵，不在乎細微的差異。攤大餅呢，也是一種方法。第二個問題，場內標普納指的合理溢價範圍是怎麼樣的呢？ QDII 類型的基金溢價產生的主要原因是外匯額度導致的結構性流動性瓶頸以及市場情緒。國內納指 ETF 總共有12隻，溢價率中樞 2%， 合理上限 4%， 合理下限 0%。 溢價的高點發生在2025年11月，溢價 10.6%， 折扣的低點發生在2025年4月，關稅大戰負 3.5%， 可以認為低於 2% 的中樞都可以買入。標普 ETF 呢，共有4隻，溢價率中樞 3.5%， 合理上限 5.5%， 合理下限 1.5%。 溢價的高點發生在2025年11月，溢價 11.6%， 折價的低點發生在2025年4月，關稅大戰-5.2%。由於標普500 ETF 的稀缺性，溢價更高，可以認為低於 3.5% 的中樞都可以買入。圍繞中樞的波動呢，都很正常。場內的溢價可以當作押金，買的時候交，賣的時候退還。比如買入時溢價 2%， 預期最終賣出時可能也是溢價 2%， 相當於押金，賣出時回收。但超過溢價上沿有一定的風險。如果新一輪 QDII 額度大規模發放，整體溢價中樞可能下移。第三個問題，同一家基金公司的納指推薦場內還是場外呢？同一家基金都是無腦場內，場外和場內是2個池子，最好在各自的池子裡比。我們在做納指測評的時候呢，也是分成2個池子進行比較。場內優秀並不意味着場外也好，場外的主要問題呢，第一是需要保留 5% 以上的現金以應對贖回。同一家基金公司的場外連接基金普遍比場內的 ETF 现金比例高。二是场外二級市場有交易，但一級市場創建或者擴張被卡死，無法及時買入美股，造成高現金比例，產生追蹤偏離度。比如國泰納斯達克5年累計回報，場內場外高 2.92%， 其中场內 85.76%， 場外 82.84%。廣發納斯達克5年累計回報，場內比場外高 6.05%， 其中場內 85.22%， 場外 79.17%。華夏納斯達克3年累計回報，場內比場外高 9.6%， 其中場內 79.42%， 場外 69.82%。招商納斯達克2年累計回報，場內比場外高了 7.4%， 其中場內 26.35%， 場外 18.95%。第4個問題，第三方平台顯示的追蹤誤差是否可以用來做基金選擇？
我們在0517裡對這個問題也做了解答，它沒有太大的參考價值。追蹤誤差是一個標準差，反映的是圍繞業績比較基準的波動率，只是穩定性的指標。一般基金公司在季報裡披露的追蹤偏離度更直觀，但前提是業績比較基準相同。國內各個基金公司選擇的納指100業績比較基準五花八門，有的是納斯達克價格指數 NDX， 有的是紅利再投資的總收益指數 XNDX， 還有的呢是否經過匯率調整。所以結論呢，只能用累計回報做客觀比較，然後按照規模費率優先的原則進行選擇。第5個問題，標普500是否可以進行擇時，比如 20% 估值買入 80% 估值賣出呢？標普500的主流投資思想是買入並持有，擇時的大聰明們做法在標普500投資上無效。我們從1871年1月到2026年3月進行153年的回測，以 CAPE 小於等於全历史 20% 分位作為買入信號，以 CAPE 大於等於全歷史 80% 分位作為賣出信號。153年共有13次交易機會，8勝5負，平均一輪周期是 11.5 年，累計收益率約等於 1650%， 年化 2.3%， 同期標普500買入持有年化 9.8%。 这個策略的核心問題永遠是空倉時間太長和 PE 估值動態漂移。整個153年空倉時間是 58%， 比如最後一次賣出信號由股票切換至 100% 的現金發生在2022年1月，之後到現在的4年多一直是 100% 的現金，当前的 CAPE 是 37.2， 歷史 96% 加分位。按照 80% 以上估值賣出，現在仍然是持有現金时间。這意味着雖然估值極高，但歷史證明高估並不等同於立即下跌，這正是擇時之難所在。第6個問題，如何評價納指3倍槓桿的 TQQQ 和2倍槓桿的 QLD？QQQ 等於1倍做多納指100，成立於1999年3月10日。QLD 呢，等於2倍做多納指100，成立於2006年6月19日。TQQQ 等於3倍做多納指100，成立於2010年2月9日。從2010年2月11日以來呢， TQQQ 的年化回報很好看， TQQQ 年化回報 40.51%， QLD 年化 31.77%， 同期 QQQ 年化 18.7%。我們可以在下圖看到美股納指100槓桿基金回報。但是呢， TQQQ 成立時間雖短，沒有經歷2000年的科技股泡沫和2008年的金融危機，數據逆合呢，回溯到1987年 TQQQ 的年化回報會跑輸 QLD。 1987年以來呢， QQQ 年化 13.92%， 最大回撤 81.07%， QLD 年化 20.5%， 最大回撤 98.6%， TQQQ 年化 18.52%， 最大回撤 99.95%， 幾乎清零。1987年以來呢， QQQ、QLD 均已突破歷史新高， TQQQ 還未突破歷史新高。下圖呢，我們可以看到美股納指100槓桿基金回報。因為是槓桿性的 ETF， 不準備展開討論，直接給出結論。1. 如果開天眼知道什麼時候單邊上漲，無腦 TQQQ。 由於槓桿損耗， TQQQ 最怕的是長期橫盤震盪。2. 沒有天眼的投資者選擇 QLD， 這也是韓國投資者的推論，韓國投資者是 QLD 的主要玩家。3. 由於 QLD 和 TQQQ 是每日重置機制，被清零的概率要小於採用月重置機制的 MQQQ。無論何時呢，我們都不主張任何的槓桿基金。槓桿基金發生 60% 以上的回撤概率很大，甚至存在被清零的可能。第7個問題，標普500投資在過去30年歷史高點一次梭哈，結局會怎麼樣呢？我們選取過去30年最大回撤發生前的歷史高點一次梭哈，持有到2026年4月1號，看看結果吧。1. 2007年到2009年全球金融危機期間呢，
標普500發生了30年第一大回撤 55.14%， 之前的歷史高點發生在2007年10月9日，我們在這個高點一次買入 18.48 年，年化 10.19%。標普500過去20年的年化是 10.56%， 每年少賺 0.372%。2000年到2002年的科技泡沫破裂，標普500發生了30年第二大回撤 47.38%， 之前的歷史高點發生在2000年3月24日，我們在這個高點一次買入 26.02 年的年化 7.73%， 標普500過去30年的年化是 9.98%， 每年少賺 2.25%。2020年新冠疫情閃崩，標普500發生了30年第三大回撤 33.69%， 之前的歷史高點發生在2020年2月19日，我們在這個高點一次買入 6.11 年，年化 13.19%， 標普500過去10年的年化是 14.18%， 每年少賺 0.99%。假設過去30年呢，不幸選擇了投資的最差時間點，2000年科技股泡沫前的最高點，2000年3月24日的一次梭哈標普500持有到2026年4月1日，這筆買入其後會經歷2000年的科技泡沫破滅，2008年的金融危機，2020年的新冠疫情閃崩，26年的累計回報是 594.89%， 年化是 7.72%， 而過去30年呢，標普年化 9.98%， 每年少賺 2.25%。這就是高點梭哈的結局。只要你在過去30年任何其他時間點買入5年以上并持有到現在，年化回報都會超過 7.72%。這也就是投資標普常講的買入並持有或 VOO and chill 的道理，也是在市場中的時間勝過擇時 Time in the market beats timing the market等等投資哲學的經典例證。30年選中那個最差的時間點幾率很小，很難成為 the special one。 第8個問題，購買標普納指如何避稅呢？我們先補充一下032期的買介死策略之外的2個常規路徑。簡單來說，美籍持有美股資產，中國籍持有 QDII 都無需擔心。對於美籍持有美股資產，合理的路徑是退休前每年先打滿稅收優惠賬戶，比如 Roth 賬戶、健康儲蓄賬戶、SHA 教育賬戶529。其次呢，選擇延期納稅賬戶，各類 IRA 賬戶，最後才使用普通應稅賬戶。退休後把能轉 Roth 賬戶的都盡量轉過去，然後採用 FAIR 4%的提款法則，或者證券質押貸款進行退休後的支出或者消費。去世後子女利用家庭夫妻雙方2722萬美元遺產稅免稅額進行一次成本重置，完成繼承。中國稅務居民不持有海外資產的相對也簡單，全部採用 QDII 會代扣 10% 的分紅稅，美國徵收，剩下的 10% 分紅稅和買賣盈利部分產生的 20% 資本利得稅，目前在國內都是免徵。退休後的路徑和美籍一樣，4%提款或證券質押貸款，去世後剩餘的資產傳承給子女。目前國內呢免徵遺產稅，代扣的 10% 分紅稅也無需擔心。標普500的每年平均分紅率是 1.8%， 納指是 0.75%， 10%分別是 0.18% 和 0.075% 每年。那麼最麻煩的是中國稅收居民呢持有美國資產，因為中國和美國是唯二对個人所得稅進行全球徵稅的國家，國內會要求補繳 10% 的分紅稅和 20% 的資本利得稅，買賣差價的盈利部分。另外呢，資產留在美國，美國對外籍的遺產稅的免稅額僅6萬美元，超出部分面臨高達 18% 至 40% 的聯邦遺產稅。為了解決這個問題，我們在032期買介死策略和030期如何避免境外稅裡面有詳細的介紹。簡述一下我們的建議，就是權宜之計採用美區、盈透、嘉信、富達等證券賬戶，
可能降低 CRS 信息回傳國內的風險。對於操作能力比較強的投資者呢，建議購買愛爾蘭 ETF， 比如標普500對應的 CSPX， 納指100對應的 3NDX， 這兩個 ETF 都是累積型 ETF， 不需要手動紅利再投資。這個策略主要利用美稅務協定的稅務優惠預扣 15% 以及愛爾蘭對外籍免徵遺產稅的規定，是亞洲投資者普遍採用的方法。另外，愛爾蘭 ETF 的費率也很低，比如 CSPX 費率實際 0.07%， 3NDX 費率是 0.3%。我們再從經濟成本上算一下中國稅務居民持有美國資產的成本以及風險。我們以國泰納指513105年的收益為基準，作為國內購買 QDII 的標準收益，以同期國內持有美股 QQQ 的成本，看看兩者的收益差異。基準日期呢，分別是2020年12月31號到2025年12月31號。國泰納指5年累計回報 104.84%， 年化 15.42%。同期 QQQ 的累計回報是 101.75%， 由于5年美元升至 7.72%， 經過匯率調整後的人民幣收益是 117.33%。資本利得稅5年後賣出需要補繳 20% 的資本利得稅，計算等於是 117.33% 乘以 20%， 等於 23.47%。分紅稅呢，納指5年累計分紅 3.76%，總計補繳 20% 乘以 3.76%， 等於 0.75%。通常美國、中國各徵收 10%， 5年累計 0.75%。持有 QQQ 的實際回報呢，也就等於 117.33% 減去 23.47% 減去 0.75%， 等於 93.11%， 年化 14.07%， 5年比直接購買國泰納指少賺了 11.73%。這其中呢，國內要求補繳的 20% 的資本利得稅是最大頭。如果中國稅收居民持有美股 QQQ 卻不能避免 20% 的國內資本利得稅，還不如少折騰，直接購買 QDII 類的納指。第9個問題，國內投資美股回報如何超越納指呢？這個問題沒有標準答案。觀察美股過去10年的表現，年化回報超過 20% 的 ETF 主要集中在半導體和信息科技賽道。我們在第0507節目中按圖索驥，深入探討了納指科技、全球芯片、標普500信息技術等3隻被動基金。感興趣的觀眾們呢，可以回看參考。第10個問題，投資標普納指跌多少加倉合適呢？這也同樣取決於個人的資產配置。根據海外歷史數據統計呢，在已持有大額底倉的前提下呢，標普500的合適加倉點通常從回撤 10% 開始，而波動率更高的納指100則建議在回撤 15% 時開啟加倉。最後呢，我們來總結一下。這期節目通過 Q&A 的形式呢，回答了投資標普500、納斯達克100常見的10個問題，比如場外限購、溢價、個稅、高點梭哈、擇時、加倉、槓桿、場內還是場外、追蹤誤差等等。歡迎大家在留言區進行進一步的探討，也祝大家投資路上一帆風順。最後，請記得關注、點讚、分享呀！我們下期再見。